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。今天的这一辆车之前已经试驾过一次了，这次是第二次试驾这个车。那么为什么要第二次试驾这个车因为这一辆车的话，其实是现阶段里面这个排量的唯一的这么一辆车。大家有可能已经猜到了当然了，在外面的这个封面上面大家也已经看到了今天要试驾的这一辆车是 ZX25R。 这辆车的话因为现在国内的很多的朋友都是比较喜欢4缸的，而且又是要极速又是要马力，对吧？那这一辆车的话，在这一个等级里面就是顶端虽然说它的0-100加速比本田的 CBR 250RR 稍微要慢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弱的地方。它的0-100加速应该是实测应该是6.08几的样子这样一个速度已经是很牛逼了然后呢，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呢，特别的喜欢4缸大家都能看到，现在里面呢都能看得到，这是4缸车。那么4缸车真的在这个排量的4缸车，在城市里面你如果要骑它的话，真的好吗？今天的话主要的意图就是说，大家先说在前面，大家不要去特意的追求小排量的4缸，虽然说玩起来很得劲，但是它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别扭，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出现的。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不说它的好处，当然好处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好处，我都说不完，而且之前做的那个视频里面已经说过它有好处了。那么这个视频只说它的坏处，只说它的缺点。大家听清楚了，这个视频不是说它没有好的地方，不是说它这辆车不好，而是说这个视频要让大家知道，在选4缸车的时候不要去盲目的选这个4缸车在平时骑会有什么样的缺点出现。那么这一辆车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所以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只说缺点。所以如果不想看缺点的，不想看那些比如说讲缺点或者怎么样，你根本就也不想买这个车，或者你根本买不到这个车的人的话，那么可以现在就可以退出了。OK， 现在出门有一些台阶什么的，就感觉需要多拉一些油门，不然的话它就不会走。然后1速到2速里面的这一个快速换挡，它也是有那么一点点顿挫。川崎的话这个1档到2档里面顿挫还是挺多的。这个各种车型它1档到2档的快排都有那么一点点顿挫。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了吗？虽然大家能够听到像这样的一个引擎的转速的一个声音，但是大家也能看到现在的这个速度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，引擎的转速跟实际上面的速度这个落差有点大。OK 相信大家从刚刚那个起步上面已经能够看到了，这一辆车的话，这个起步并不是非常的快，而且刚刚起步的时候，就算有快排，在刚刚起步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慢的。在1速里面，你要达到一个能够快排的一个转速的话，那么还是需要花那么一点时间。所以在城市里面起步的话，这一辆车是没有什么优势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起步看，对吧？这个感觉的话，就是说在城市里面起步会非常慢一点。如果是这一辆车，当然在日本，比如说大家都比较
怎么说呢？不太会说你这个起步啊特别慢或者怎么样。在国内的话，我相信有很多的场景下面就会被后面的人逼了吧，对吧？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转速和这个速度严重的不符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这辆车到底是快还是慢。这个的话，比如说你刚上手是这一台车，那么有可能你就习惯它了。但是很多的人的话，这一辆车不会作为第一台上手的车，所以这个操控的时候和这个自己体感上面的一些差距，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不良反应出现。像现在这个我听到的声音，我自己听到的现在这个声音的话，就已经是很快了。但是，看一看这个速度表才50几，这个引擎的转速的这个声音真的是没有办法作为参考。这个车的话，就算它刚刚转速到了大概6000的时候，再用快排换挡换到第2档，也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顿挫的。然后像2档你要跑到40，它就已经大概要靠8000转了。然后现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真的是在2速，然后跑这个速度下面，刚刚维持8000、7000转左右的情况下的话，那么这个声音非常的脑壳疼。这个声音不是说它很大，它其实这个原厂的排气的话，声音也不算是很大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很独特的高音。这个高音如果一直听着，然后一直按照这个7、8000的这个转速的话，确实有点脑壳疼。可能听久了之后，比如说你真的拿这个来跑个40分钟，然后按照这个速度去跑，按照这个转速去跑的话，确实，这个会对耳朵然后和脑子有一定的负担。听到了吗？大家听到了吗？就是这个音，9050，然后这个音，哇，这个耳朵好疼，脑壳好疼。现在为大家试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，我一定要承受这个，不然的话，我真的不想听这个声音。看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这么大了，然后速度的话它并没有太快，所以就造成什么呢？你在城里跑的时候就一直会有听到这个高转速的这个声音。你说一般的公升车的话，它因为是怎么说呢，比较浑厚的低音。这辆车的话，它就是非常尖锐的高音。这个尖锐的高音听久了真的是，你说它好吧？它这个车转速4缸，有这个赛车一样的声音，好吧？确实感觉很好，但是你实际上真的要骑了它之后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并不好。这辆车的话，其实在一些像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，我又感觉到一个是比较什么不好的地方呢？就是每一辆车开始都是有磨合期的。比如说你像现在40不到，然后一直保持5000转的话，那么问题还不是很大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像新车的磨合期这种情况下的话，这一辆车的话很难保持在一个适当磨合的一个转速领域里面，肯定会超过这个转速。所以说，在磨合期的时候，肯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你看，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完完全全，只要是46，
3速46，就已经超过磨合期需要的这个转速了。它是4000和6000嘛，啊。然后比如说再升个档，升个档4档，然后一直维持这个速度啊，还是可以的。要到4档里面，要这样骑，了之后，我现在啊，像6000以下的这个速度，根本你就感觉不出来它的4缸和赛车的声音，跟双缸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哇，好烫！右脚好烫，哇，什么情况？现在右脚脚跟很烫，我现在穿的是 RS 太极的鞋子。这个鞋子应该还是挺厚的，尤其是脚后跟、脚踝的那个部分。但是脚后跟、脚踝的那个部分好烫的说。所以说4缸车250cc 的4缸车，在现在这种天37到40度左右啊，这个天里面跑这么一点点时间，马上也就烫了。啊，当然没有像公升车一样这个热气一直往上吹，没有这种感觉。但是引擎两边的话还是挺烫的。说实话，我现在骑了大概一段时间了之后，现在头也不是疼，就很烦。它这个4缸的这个尖锐的声音很烦，我是比较喜欢低音比较强的这种4缸，但是这个勾音的4缸的话，不太能够接受。可能刚刚上手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兴奋，有赛车的这个声音，就像当年 CBR 250RR 的那个时候，拉一个高转，好像自己跟赛车一样了。这一辆车的话，并不用太快的速度，你就能感觉出来它是一个赛车的声音。但这个赛车的声音听久了，真的非常的头疼。然后呢，真正的像我这样，比如说好好骑的话，那么像4速50公里，然后6000转不到这个声音的话，你又完完全全感觉不出来它这个声浪和它这个赛车的这个声音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两个极端，要么就是听得脑壳疼，要么就是什么也没了。为什么这么黑啊？我的大灯呢？我的大灯是开着的。我操，这个大灯也太没用了吧！全黑的，这个大灯什么都看不见啊！然后这个是一个低速上面的转弯，这辆车其实，性能并不是很好。低速上面的话，一般比如说选用1档、2档，像刚刚那种非常低速的，刚刚起步的话，基本上都是1档，也没有什么机会换到2档去爬坡，所以的话就出力的话非常的糟糕。本身在1速的时候，它就没有什么力气不往前走，然后再碰到这种1速，然后又要爬坡的情况下的话，那么这一辆车性能还是挺糟糕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这辆车很明显的感觉到它重，这个车的话183公斤吧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待会儿打在这个屏幕上，我记得应该是183。作为一个250cc 的，居然有183，那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说这个183其实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它毕竟4缸车嘛，对吧？肯定是要重那么一点点。在骑起来的时候没事就算了，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感觉挺明显的。本来想在这里拉一个速度的，结果这边也拉不出来，上面都是车。所以呢，就参考一下前面拉速度的这个感觉吧。基本上我们现在啊，到了这个地方了，大家也知道1圈快要完了。那么整一个车，像现在的话，有诸多的缺点。其实，从刚刚开始的稍微有那么一点台阶，你要起步的话就很困难。这个的话，当时本田的 CBR 3个 R 也是有这样的缺点的。这种高转机的话，在最下面的扭力是
很不足的，所以在城市里面跑，这个缺点就非常的致命，有很多的地方就会让你非常的烦。然后另外的话，这个高转机啊，然后4缸250cc，技术是非常的厉害，但是在平时骑的时候，如果你天天听这个声音的话，也会烦。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每一辆车都有磨合期的，你在磨合期的时候的话，这个磨合就很难去磨合它，要么你就是直接就不管它了，直接超。那这个的话，你自己买这辆车，然后你在磨合的时候啊，居然用这样的方法，你肯定自己也不舍得，所以说这个磨合期又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你要综合以上几点的话，我觉得在城市里面你想要骑这个车的话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但是你想，比如说体验一把的话，那么说实话，体验一把的话，真的有很多其他的车可以好好的体验。那么当然了，你要想，我说四缸赛高这样的这种的话，那就当我这一个视频整一个视频都没说，你就买就可以了。毕竟这个视频的话，就是只说缺点，它并不是只有缺点啊，是只说缺点。OK， 所以这个视频如果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参考的话，那么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